大家觉得今年上半年2500档最新的机型是哪一款？可以把你的单打在公屏上就大米个人来说，这个单肯定是 K50啊。虽然说质感和拍照不太行，但是屏幕素质、月机、续航、性能、发热这几个方面的表现呢，可以说是拳到肉，比很多顶级旗舰还要更好。时隔5个月之后呢 ，K50系列也迎来了它的本年度终极款 K50至尊版卢总呢在预热的时候也表示，这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超大杯，明确要求团队放开束缚，好东西能上一定上。那么到底有多大提升？一起来看视频。之前我们评测 K50 Pro 的时候说过，虽然说 Pro 的定位更高，还用上了天玑9000，但是日常性能调度呢比较怂，中低负载下的游戏表现还是 K50 更稳除了120瓦，其他方面似乎是没啥优势毕竟2399元我可以接受相机扫干嘛用质感换核心配置堆料，但是到了3000以上就不能用相同的标准去要求了。比较可惜的是 ，K50 Ultra 在质感这一块基本是没啥进步，依然是大塑料中框。但我觉得这倒不是最关键的主要是红米对塑料中框的处理看起来确实很廉价，这点大家可以去线下体验店摸一摸。屏幕周围呢是一圈厚厚的塑料支架竟然要比上半年 K50还要更粗了。中框部分有2条电镀亮边，中间呢是磨砂处理，导致整个中框看起来有好几层，不够一体。另外呢就是 K50 和 K50 Pro 后置摄像头部分有做油墨涂黑 ，K50 Ultra 这部分呢也省掉了。屏幕玻璃从最新的大猩猩 Victus 变成了第5代另外相同银色 AG 玻璃后盖Ultra 相对于标准版也更容易沾染指纹。当然有一说一，这次后置摄像头模组的造型还是有进步的基本是借鉴了隔壁的小米12系列。带上手机壳之后，背面看起来呢会比 K50 系列相机模组更加和谐些。侧边电容式指纹改成了屏下指纹，因为用的是短焦方指纹解锁位置呢比较靠下。小屏机型上用短焦指纹勉强能够接受，但是这个屏幕尺寸用短焦，相对于侧边电容式指纹确实谈不上体验上的升级。解锁的时候重心明显会不稳手指需要往下够一下。关于这点呢，大家也可以在弹幕里面或者评论区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6.7寸屏机型上短焦指纹对比侧边电容式指纹，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大家更愿意选哪个呢？其他外围规格方面呢差别不大比如说入门级的 XO 马达震感较弱，有全功能 NFC， 集成了红外遥控，这些呢基本维持之前 K50 的规格，扬声器效果大家可以直接来视频对比一下。在 K50 至尊版发布的这段时间其实争议比较大的地方还是官方宣传了 1.5K 屏。一方面呢是之前标准版和 Pro 版都是2K14，卢总在预热 K50 系列的时候也说过，2022无 2K 不旗舰。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 1.5K 本身其实也有点反向宣传的意思。实际上它的显示精细度并没有 1.5K 和2K 数字差距那么大。更合理的表述方式呢，应该是 1440p、120p、1080p， 或者说直接等效换算 PPI 会更加直观些。K50 的屏幕分辨率加上类钻牌折损之后呢，大概是430 PPI，K50 Ultra 呢大概是364，K40S 的这种常规的 Full HD+ 屏幕 PPI 折损之后呢是322，也就是理论上 K50 Ultra 的 PPI 对比 K40S 呢提升了约13%，而 K50 标准版又比 K50 至尊版呢提升了18.1%。其实 OLED 的屏幕采用类似分辨率或者说类似 PPI 也不是红米第一次用比如说 iPhone 11 Pro Max 之后的大屏 iPhone、Mate 40 Pro 类钻牌版本、荣耀 Magic 4，实际屏幕 PPI 折损之后呢，基本在350到370之间。在文字的显示精细度上会比常规的 Full HD+ 屏幕呢更好些，没有锯齿或者说踩边现象。但如果和 K50 的2K 屏相比，显示精细度确实又要差一些，尤其是文字的锐度上。亮度方面，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是943尼特，要比 K50 的2K14更高，高低亮度差上 K50 呢更好些。默认白底色域呢是7250K， 覆盖99.8%的 sRGB 色域，93.8%的 P3 色域。默认平均色彩偏置呢是3.2，标准模式可以控制在0.9，表现优秀。可视角度方面 ，K50 Ultra 整体上呢要比 K50 呢差一些，倾斜45度左右会出现局部偏蓝和亮度衰减。这一次屏幕的通透度表现不错，拉低亮度之后也没啥明显的麻布感。另外1920Hz 的高频 PWM 调光，对于频闪敏感的用户来说比较友好。总的来说 ，K50 Ultra 这块屏幕放在3000到3500档这个价位上没啥毛病是一块综合素质优秀的国产 OLED， 明显要好于 K50 电竞版上那一块。但是确实要比 K50 那块2K14呢稍差一些。当然，因为这一次呢有2个供应商，测试结论仅针对我们手上这台华星光电版本。
骁龙8 Plus 的跑分部分我们就不展开说了。K50 Ultra 和12S 系列一样，程序打开加载的时候，中核大核最高频率呢是 2.57 GHz 加 2.82 GHz。应用内大核频率呢会被限制到最高 2.24 GHz， 日常性能调度要比 K50 Pro 呢表现更好。和标准版相比的话，除了程序打开加载的时候爆发力稍强一些之外，日常应用的性能表现其实差别不大。用 Benchmark 测试 ，Ultra 单核是860加，多核呢是3900加，标准版单核呢是900加，多核呢是3600加。日常的温控方面 ，Ultra 呢要比标准版更松一些。比如说玩一局王者切出来 ，K50 Ultra 应用内的处理器频率会被限制到 1.6 GHz 加 1.7 GHz 左右，需要冷静一会儿才会恢复正常的频率调度。K50 标准呢则没啥影响。游戏方面，王者荣耀极致画质90帧，15分钟游戏平均是89.7帧。之前12S 系列和 K50 电竞版王者荣耀都会强制降分辨率这一次 K50 Ultra 是不降了，正常 1080p 渲染，整机光呢是 3.4 瓦。对比 K50 标准版同样不降分辨率，满帧运行，整机光呢也是 3.4 瓦考虑到两者屏幕功耗的差异，实际上中低负载下，天玑810的 A78 能效比相比 A720呢依然更有优势原神20分钟平均呢是 59.3帧，整机光呢是6瓦，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6度左右，这个表现可以说是很猛稳定流畅，兼顾发热控制几乎是可以说是征服了原神但是正当我们要发视频的时候，原神 3.0 版本更新了，重新测试发现，相同测试路线 3.0 版本的压力要比 2.8 版本大许多。K50 Ultra 平均帧率依然很强，有 58.7帧，但是游戏过程中帧率波动更大，游戏功耗呢也从6瓦提升到了 6.5 瓦，机身最高温度是47度左右。K50 标准版 3.0 测试结果呢是平均 52.8帧，整机光呢是 5.8 瓦，后半段基本是40到50帧之间波动，游戏过程中屏幕亮度强制降到了165尼特。好家伙这骁龙8加刚好要征服原神的时候，原神的测试压力突然提升了一波可以说是一款与时俱进的手机性能测试工具了。后续呢，我们也会针对其他机型做一次复测。续航方面，300尼特屏幕亮度，5G 加 WiFi 混合续航测试。K50 Ultra 最终的亮屏续航时间呢是6小时44分，比 K50 稍弱些，但是要比 K50 Pro 更强。120瓦快充速度和 K50 Pro 相比，基本在一个水平线上。15分钟快充电量是 16.06 瓦时，完整充满耗时呢是20分钟，要比标准版67瓦快许多。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机方面 ，K50 Ultra 主摄规格呢是1亿像素加光学防抖传感器呢从 HM2 变成了 HM6。其实光看传感器的型号大家可能会下意识的认为6大于2变强了。但实际上呢 ，HM6 的传感器尺寸要比 HM2 呢更小些，一个呢是1.57分之英寸，一个呢是1.67分之英寸。超广角是800万，再加上一个200万的战术微距。因为高通平台 ISP 相机算法相对于发哥平台更容易调好K50 Ultra 自动夜景场景识别确实要比天玑810的 K50 更稳。不过这个场景还行，但是换一个场景，自动夜景算法就不会介入运算，导致画面呢明显出现过曝。当然，按照小米目前对于不同价位机型的打磨情况来看 ，K50 Ultra 的相机部分相对于 K50属于是提升了，但没有完全提升。比如说白天很多场景自动 HDR 算法呢还是不太行，容易导致高光部分呢直接过曝。K50在有些高反差场景里面，则是直接不会触发 HDR。另外，这次 K50 Ultra 部分场景的整体颜色呢偏冷，锐化痕迹呢也是比较明显，白天拍摄的画面色彩观感也是不太理想。至于超广角和凑数微距，大家基本上不会有啥高画质期待吧？对比同样是小底超广角 X80来说，画质差距依然是很明显的。从大米个人角度来说，超广角和微距凑数就凑数吧。但既然叫至尊版价格呢也到了3000以上，那么主摄能不能好好优化一下呢？主摄优化好也更能够区分标准版和至尊版的卖点结果呢还是没有。这方面蓝厂的一些终端机型就做得很好，并不会因为传感器低档，算法调试呢就不好好搞。OK， 那么简单小结一波，其实 K50 Ultra 预热的时候，大米对于这台机子的期待还是挺高的。毕竟按照微博的预热宣传来看，感觉这一次红米是真的准备做一款真旗舰产品至少之前 K50 Pro 的一些短板，比如说相机机身质感这块应该会得到加强。但是价格公布之后，大家应该也能猜到七七八八了。这款产品其实就是 K50 Pro 的平替版，处理器换成骁龙8加，其他硬件规格方面属于是有的地方升级了，有的地方降级了。从日常体验上来说 ，Ultra 相比 Pro 还是有进步的，比如说处理器日常性能调度更好，高负载游戏原神表现更加出色，所以说把这台机子改名叫 K50 电竞版应该会更加合适一些。而之前的 K50 电竞版连王者荣耀都是强制降分辨率实属是电竞了个寂寞。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机身质感还不错。从大米个人角度来说整个 K50 系列最香的产品，目前来看依然是 K50 标准版。618入手这个机子的用户可以说是赢麻了。这次 Ultra 相对于标准版，主要优势呢还是120瓦快充以及高负载游戏呢表现更好，但是机身质感比较差，相机拍照这一块在3000档以上机型来说依然是短板。所以现在红米 K 系列给我的感觉就是标准版很强很稳无论是 K40还是 K50，产品定义呢都很成功。但再往上的 Pro 和 Ultra 确实和标准版拉不开明显差距。
有时候呢还会出现反向 Pro 的情况。希望明年 K60至尊版能够真正补足以上2个短板成为产品上的至尊版，而不是单纯命名上的至尊版。最后呢，来安利一下我们店铺热销的 iPhone 13系列撞色磁吸保护壳，磨砂工艺，亲肤手感，厚度重量刚刚好，全面保护没负担，侧边独立金属件，集成磁圈吸附好可以说是一款质价比很高的磁吸手机壳了。上新领券特惠26元，希望大家会喜欢。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K50至尊版的所有体验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